林哲安，一個年薪超過300萬的銀行理專。不久前，他還認為自己即將要有3000萬的進賬，沒想到到現在，他反而欠了地下錢莊1500萬。再過一天，他就要還錢了，還不出來就不只是錢的問題了。就在他不知道是不是該跑路的那天，他在提款機旁看到了一張小廣告，上面寫着“不只算命，也能改命”。歡迎來到奇幻角落，我是瑪麗莎。今天我要再和大家講一個轉運改命的故事。但是這個故事不一樣哦。一個人在不順利或是遇到難關的時候，總希望能夠借助什麼神奇的力量來扭轉命運。通常的做法是去求助神明，或者是買些開運的物品。但是這次故事的主角林哲安使用的卻是一種非常科學的做法。科學真的能改命嗎？林哲安照着提款機旁邊拿到的那張小廣告，來到了一棟老舊公寓的4樓。那戶人家的門口沒有任何招牌，看起來就是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住家，所以林哲安他就站在田門前，猶豫着，一直沒有按下門鈴。這種地方真的能夠改命嗎？如果是1個月前的他是絕對不會相信的。那個時候，他是銀行裡最風光的理專之一，他的客戶多，業績穩，收入非常好，生活非常的順利。但是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，讓這一切在短短的幾天內就全部崩盤了。他聽信了一個內線，大量放空一隻股票，以為可以穩穩的賺進3000萬，結果沒想到股價不跌反漲，而且還連續漲停。等到他回過神來，早就來不及了。他不只賠光了所有的資金，還倒欠了一大筆錢。最後，他甚至不得不找上了地下錢莊。現在每10天1期的高利期壓得他喘不過氣。剛才他才東拼西湊，勉強湊出這一期的利息。但是他很清楚，這樣做只是在拖時間而已。他絕對不想走到跳樓的那一步，也不是沒有想過要跑路。但是他又能跑去哪裡？又能躲多久？這樣之後的人生，他又該怎麼過？就在這時候，他看見了那張小廣告，上面寫着“不只算命，更可改命，協助您解決眼前的困難”。現在的林哲安真的是處於絕望的狀態了，所以就算他再不相信，他還是寧可試試看好了。他再次確認他手上的地址跟這個門牌號碼是沒錯之後，他就終於按下了門鈴。開門的是一個中年男子。這個男的呢，容貌啊和衣着各方面也都很普通。林哲安他幾乎要認為他應該是找錯地方了，但沒想到那個男的卻立刻說：“你是上來改命嗎？是的話就進來吧。”這個男的呢，就將林哲安帶進了一間書房，而且還單刀直入的說：“我是趙老闆。通常只有絕望的人才會因緣機會看到我們的廣告，所以我也就不多廢話了，先幫你排個命盤，然後我們再來討論改命的方向。”那要怎麼算啊？我手頭很緊哎。不用擔心這一點啦，改不成命我是不會向你收費的啦。趙老闆向林哲安要了他的八字，然後就在一台電腦上開始敲打起來。你是在幫我排紫微斗數的命盤嗎？不止這樣哦，我還要確認你的波形才行。什麼波形啊？林哲安還沒有聽明白，這時候趙老闆就開始把他的命盤用印表機印出來了。然後趙老闆他又從抽屜裡很慎重的拿出了一個什麼東西，看起來好像是一副眼鏡，但是說是眼鏡又不太像，倒比較像是博物館裡頭那種年代非常久遠的古物。林哲安非常好奇的打量那副眼鏡，他發現鏡架的部分好像是青銅材質，雕着類似雲紋的花樣。然後那個鏡片的部分更是非常奇怪，竟然是2片黑色的不透光的像是石頭的材質的鏡片。這個東西啊是試波儀，麻煩你站起來讓我看一下。趙老闆說完就把那個叫做試波儀的東西戴在臉上。林哲安很懷疑趙老闆戴上這個東西還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嗎？不過那個趙老闆的視力看起來顯然是不受影響，不但可以走來走去不會碰到東西，而且還繞着他就是繞了一圈，仔細的審視了一番。最後這個趙老闆終於把這個眼鏡拿下來。好了，我已經看清楚了，對照你的命盤，你的波形應該是屬於黃虎波，這種波形主的就是大起大落。再對照你的命盤，你今年就是會有一個大劫，是和錢財有關的，恐怕很難闖過，是有改命的必要。對，趙老闆，你講的都沒錯。快，那既然知道我的問題，那我那這什麼波要怎麼改啊？你別急啊，我還得要對照找出你的命星才行呢。趙老闆說完，又拿出一份星象圖。
我們天命會之所以能夠掌握改命的方法，就在於我們能找出一個人的命星。命星，天命會。天命會的意思是指命運都在天。我們天命會的祖師早在2000多年前就發現，世上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由宇宙中的某顆星所影響的，而這種影響作用到人的身上，會在人的身體周圍顯現出特定的波形，也可以稱為磁場。波形搭配命盤，再對照星象圖，就能反推回去確認命星的位置。知道命星的位置，就能計算出命星運行的軌道該往什麼方向調整，以便趨吉避凶。這樣你聽懂了嗎？調整一顆星的軌道，這怎麼可能？難道你要逼我發射火箭去撞彗星還是什麼嗎？我說過了，命星是靠反推算出來的。我們同樣也能夠利用改變一個人的波形，或者說改變磁場，讓這股引力反作用回去，這樣就可以達到改變命星運行軌道的目的。這太難相信了吧？有什麼成功的例子嗎？成功的例子太多了，咱的最有名的你一定知道，秦始皇。啊，秦始皇？秦始皇就是靠着改命才統一天下，當上皇帝。他後來害怕會有其他人像他一樣會改命，奪取他的天下，所以才焚書坑儒，想要徹底摧毀天命會的傳承文件和成員。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，天命會不再公開行事，改成極為秘密的組織。哦，好，那個我們不要管古人了吧，還是管我吧，我該怎麼辦？趙老闆沒有馬上回答，他只是拿起紙筆，專心的又算又畫。我推算出了3種可能，如果改成潛龍波，你就不會有立刻的危險。但是要徹底解決問題，還要經過大概12年的努力，之後就會一路平順。或者也是可以改成物女波，這樣就會有貴人出現，提供300至500萬的資金給你，讓你眼前的大劫消失。你也只需要再辛苦8年就可以了，之後也能一路平順。不過缺點是你可能會和配偶離異。趙老闆說完這些就停了下來，用詢問的眼光望着林哲安。不是還有3種可能嗎？還有一種呢？趙老闆這個時候皺起了眉頭，把林哲安的命盤和星象圖又拿起來比對。第3種嘛，可以肯定是要改成轩轅波。通常這種改命的效果是最快又最強，但是帶有很強的風險，因為效果太強，不能瞬間固定命星的走向，所以不能夠確定未來的命運。我多半不會建議要改成轩轅波這種波形。如果這樣做的理解效果是什麼呢？這樣說好了，你應該可以在1星期內得到1500到2000萬的資金，你所有的問題會立刻解決。但是往後的發展晦暗不明，我真的不建議採用。林哲安在心中快速盤算着，如果他能夠快速拿到1500萬，那他的問題不就可以馬上解決了？最好還能夠有2000萬，這樣他的問題不但瞬間解決了，他還能夠多出一些本錢來翻身，搞不好他的日子還可以過得比以前更滋潤呢。林哲安下定決心了，就改成轩轅波吧。你確定？我確定。你不反悔？我不反悔。唉，這個選擇也是每個人的命啊，你就跟我來吧。林哲安跟着趙老闆走進另外一個房間，這個房間裡面只有中央有一張椅子，趙老闆叫林哲安過去坐下，接着趙老闆就搬來許多水晶，把林哲安包圍了起來。這樣是要用水晶改變磁場嗎？就這麼簡單嗎？當然不是啊，這只是一般人的一知半解，以為在家裡擺個水晶洞就能改變磁場，然後還可以轉運。想要改變磁場或者說是波形，沒有用我們天命會的異波石來強化水晶的能量是不可能的。趙老闆說完，又拿出一個青銅盒子，這個盒子裡裝的就是異波石了。我一打開盒蓋，異波石就會馬上開始產生作用，你的波形就會改變。這個過程中會有強光產生，所以麻煩你現在把眼睛閉上，千萬要閉好了。等等，你到底要向我收多少錢也還沒有講清楚啊！哎，我不是說過了，改不成不收費。等下你離開前，你先簽一張字條，以你獲得的資金的5%作為我的報酬就可以了。這樣嗎？好吧，那就開始吧。林哲安緊緊地閉上眼睛，但是他仍然能感到眼前閃起了一陣陣刺目的白光。以上就是林哲安改命的過程。後來怎麼樣呢？改命成功了嗎？我可以告訴你，成功了，
非常的成功，而且效果非常的快。6天後，林哲安在回家的途中遭到酒醉的駕駛人開車衝撞死亡。肇事人是一個富家子，他酒醒後向林哲安的妻子表示，他願意賠償1000萬，希望能夠私下和解。而林哲安的太太竟然也答應了。林哲安還有幾筆保險，其中壽險理賠400萬，意外理賠450萬。而林哲安工作的銀行替員工投保的團體保險也付了150萬。林哲安的意外事故總共獲賠了不多不少，剛剛好2000萬。不過林哲安的太太最後卻沒有拿到半毛錢。地下錢莊找上門，逃走了林哲安欠下的1500萬。後來又來了一個自稱是趙老闆的人，拿了一張有林哲安簽名的字條，證明林哲安需要支付200萬給一個叫做天命會的不明機構。由於林哲安和他太太沒有小孩，林哲安的太太也不想再留在林家了，於是他把他們的房子賣了，把剩下的300萬付清了房貸，再把房子交給林哲安的媽媽，然後就離開了林家，再去尋找自己的第二春。我是瑪麗莎，說故事的人。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嗎？如果你喜歡聽轉運改命這類的題材，最近我還有另外一支影片也是同樣的主題哦。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，等一下可以點選影片下方的連結。請記得要按讚熱推，也請記得訂閱頻道，並把影片轉給你其他也喜歡聽驚悚奇幻故事的朋友哦。奇幻角落，我們下次見。